我都付了这个钱，然后我已经定位了，然后我居然没有办法上飞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航空公司超卖的问题。Does this happen? It's all the airline.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ell more than the capacity of the airline. That's the worldwide. That's their legal right? Yeah, it's legal. It's legal. Yeah. Oh, okay. So will there be like a compensation for Yeah, us? there is compensation, but for you. 就是你明明就有位置，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去？我们频道卖最好的商品要开第2团啊，没有错，就是现在我每一次出国都会带上的 AutoJet 净水莲蓬头。我们这个上次卖真的是超级夸张的，我第1天就卖超过1000组，然后最后呢，我们总共卖了3000组，3000欸！大家觉得我很爱干净是不是？这个莲蓬头卖的超好。但真的它也是很好用，它的净水莲蓬头就是有分家用跟旅行用，有3层功能，可以过滤水里面的铁锈、水垢跟氯气，抑制细菌滋生，非常适合像我这样子皮肤敏感的人。我现在自己家里面的莲蓬头就是使用他们这个家用款。那我在国外的时候就是带这一个旅行用比较小的莲蓬头，这个都非常好安装，基本上任何的饭店都可以很轻松的装上去。这是我这一次来美国洛杉矶用了4天，我们来开箱一下。哦 ，OK， 一点点，它颜色很有趣，每个地方颜色都不太一样。美国这个是有一点偏绿色，但我之前在欧洲用，它就是咖啡色，所以滤出来的东西应该不太一样。旅游组也有附这个可以很简单替换的滤芯，然后还有一个可以把你的莲蓬头锁起来的防水盖，把全部都放在这里面，非常好收纳。我之前在 Twitter 上面还有看到一个是有跟我上一波团购的观众，他的真的是很夸张，那个滤芯颜色整个是黑掉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没有用这个滤芯的话，这所有的杂质啊、脏污啊，全部都洗到自己的皮肤上面，所以非常推荐有在旅行的各位可以购入这个 AutoJet 的旅行组。然后它这个使用起来也是完全不会影响到水压，它的水柱是非常强力而且细致的，吸起来很舒服。我们这次拍摄是来阿嬷家，因为我最近帮阿嬷弄了一个新的住所，然后也有翻新了浴室。那这次呢，也是帮阿嬷的更新成 AutoJet 的净水莲蓬头，希望她可以洗得更安心。然后我们这次出的香氛组也有给她在这边安装了一组。那除了浴室之外，阿嬷的厨房我也是把它升级成这个有滤芯的洗手台。那这个滤芯的效果一样，可以过滤杂质、重金属，还有抗菌的效果。不管是要洗菜、洗手，或者是刷牙，都可以用更干净的水。然后安装也还蛮方便的，它会给你不同大小的头，所以应该大部分的水龙头都适用。那因为我是一直都有在使用啊，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加上上次开团也有一段时间了，有很多人敲碗说他们想要补充这个滤芯的货，所以呢就再次开第2团。那因为这次的产品比较多，有多了香氛跟水龙头滤芯，所以这次网页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组合。如果你只是想要单一的买一个莲蓬头，或者是补一组滤芯也没有问题，都可以趁在团购便宜的时候入手。那这次的团购除了家用组、旅行组、洗手台专用组之外呢，因为非常多不同的组合方式，所以我们有包装了3个特别推荐的，就是 RD123，没有错，就是这么的直白。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说详细价格的话，也都可以去到我们的网站上。好，上次没有跟到的可以把握机会，所有的相关链接都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我 logo 还没有要放过我，现在是最后一天，然后我本来就是要回到罗马，这是好久以前都订好的票。然后我们刚刚 check in 的时候呢，他才说，因为他们超卖，所以现在那一班飞机完全没有任何座位。在没有座位的状况底下，现在他提供给我的唯一选项是，我必须要先去到好像里斯本，然后再转机到罗马。所以我原本是2点的飞机，然后大概7点到罗马，我现在变成是好像要隔天的凌晨才能到罗马。但是我从罗马回台湾的飞机是早上的10点就要飞了，所以变成是我现在不太确定他会给我什么机票。然后我觉得其实非常的荒谬，因为我都付了这个钱，然后我已经定位了，然后我居然没有办法上飞机，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航空公司超卖的问题。我现在就在等说，好，那现在他们的交换方案我要怎么样可以somehow我要今天一定要能够转得到意大利罗马，不然的话我会赶不上我明天从罗马回到台湾的中华航空的班机。我是觉得只要今天之内可以到罗马，都还算是可以解决。要不然的话，就是要看我从罗马到台湾那个班机，我要怎么样延后之类的。好，我们现在要来看怎么处理。What destination? Originally we are supposed to be to Rome,
But now I think they're shifting us around because they overbooked the flight and we can't get on our original flight. Does this For your happen? case, all the airlines, they have the right to sell more than the capacity on there. This is the worldwide. That's their legal right? Yeah, it's legal. It's legal. Yeah. Oh, okay. So will there be like a compensation for Yeah, us? there is compensation, but in your case, there's gonna be no problem. You will go in your original flight. Oh, really? My original flight? The flight that you have booked. Oh, okay. 好，它现在看起来呢是给我们原本的飞机。我现在看它那个标签是到罗马，没错。我刚刚开头录影是他已经跟我确定说好，就是真的完全没有位置。然后我还问他说商务舱能不能升级，他说不行。然后我说那可不可以等到说最后有没有人 no show， 我还可以搭到本来的登机，他也说不行，已经全部都 check in 好了。我到那个时间点，我才开始想说啊，好，那可能这可以是另外一支影片吧。反正我觉得创作者呢，在旅行当中遇到任何事情，我的心态都是，我们就心态稳。然后呢，看有什么状况，我们就处理。我遇到任何鸟事，我都可以拍片。所以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到说，好，那既然现在已经确定我没有办法搭上本来的飞机了，我那个时候才拿出 GoPro 拍摄。吊诡的是，我现在登上我本来应该要登的那个直接直飞往罗马的班机，我就听到我原本的那个 check-in counter 的人，他在跟另外一个人在那边讲话沟通。我以为他们在调整，看我要怎么样在欧洲绕，可以让我至少在凌晨的2、3点之类的到罗马，我才有可能赶得上早上10点的班机嘛。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更荒谬了。就今天我不是创作者好了，我今天真的就是一般旅客，我就是活该被 overbook， 然后这样子被乱丢，然后我的行程整个打乱。那个新的那个 counter 他还跟我说，超卖是航空公司的权利，然后是合法的，然后他们可以随意处置。我其实到那个时候，他跟我讲，我都觉得说好，那就是看你要把我怎么转。结果他就是跟我说啊，我们不会有 conversation， 原因是因为他会把我安排上我本来那个班机，整个听到傻眼。就是你明明就有位置，你为什么不让我上去？然后我今天不拿出相机，你就不让我上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真的是更吊诡了。我觉得更扣分。你今天如果就真的是因为没位置，然后不让我上去，然后你说 overbook， 你帮我排了一个你们尽可能的最早可以让我到罗马的时间，就算要转机，我觉得都还算可以接受。而且这个不是联航，它叫做 Royal Air Maroc， 它这个飞机票应该来回也是要1万多块钱的。我个人呢是给差评，我觉得这是不 OK 的处理方式。所以最后呢，我有2个想法。第一个是，如果你真的有遇到这个状况，你就拿起手机开始自拍，然后记录下来这个过程，说不定他们会觉得说，哦，你可能会抱怨，所以就把位置给你了。然后你收到可以网路 check in 的 email 的时候，你就第一时间先网路 check in。我没有这样做，一部分是因为我从来没有遇过现场 check in 会超卖，然后没有办法登上去的状况。而且我不是超级晚来啊，我的飞机是原本表定是2点40分，现在才1点不到10分。我们是抓起飞的2个多小时前来到这边的。总之有惊无险，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影片要放在哪里，因为我原本想说啊，这个是独立的一支影片，我在摩洛哥被卡住了，我要转机，然后我可能转到不知道里斯本哪里，我可以下去然后拍一下哦里斯本呢，然后最后那个凌晨到罗马，我到罗马了，然后可能熬夜不能睡觉，我回台湾了。我原本想说啊，我已经构思好了，这可能可以看路途上会发生什么状况，它就是一整支因为飞机延误然后可以拍的影片，他直接给我原本的机票。还有不知道拍什么，也是增加了自己的旅行经验，遇到了一个以前从来没遇过的状况，然后以及学习到了该怎么样排解。这个摩洛哥的真的给我很多第一次的体验。我刚过海关也发生一些荒谬的事情。那个海关他写到一半，就有人跟我说他的笔没有水了，然后问我有没有笔可以给他，然后我有没有想说哦，他应该只是要借我的笔，然后写完我的那个之后就要把笔还我了。结果没有，他写完之后他就说那个笔他要留着，所以我损失了一支蓝笔。台湾的护照进来摩洛哥很麻烦，就那个签证啊，你看我的这个章，它没有办法印在我的护照里面，它要印在我们的这个 boarding pass 上面。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那个 visa 它是另外一张额外的纸，这张 visa 是 CAT。他帮所有人办好的，然后好像是要透过一个不知道什么日本的大使馆之类发的一个什么 letter of permission， 然后我们入境的时候，所有的章也都是压在那一张
Visa 上面。那 Visa 我有印2张，可以给大家看。摩洛哥的 Visa 大概是长这样，然后它本来的所有的什么海关章啊，然后还有一堆序号啊，要写的都是盖在这边。所以他刚刚就是要拿这个 Visa， 然后要写，因为一般的游客他可能盖章就好了，他不需要写字。原本要写，然后结果好像说他笔快没水了，跟我借笔，然后借了之后呢，他就说这个他要留下来，然后就不还我了。第一次遇到航空公司超卖，第一次遇到送海关一支笔。好，因为我实在是太好奇了，所以我问了一下 ChatGPT， 就以刚刚的状况，在摩洛哥航空公司超卖的确是合法的，但如果因为超卖造成有乘客非自愿有票但是不能登机的话，航空公司要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要安排延误时间最短的转机或是其他的飞航选项，让这个乘客可以到他本来要去到的目的地。第二个是要提供在延误期间的所有餐费跟甚至住宿费。然后第3个是如果有达到一些条件的话，甚至每一个人要赔400欧。那因为我最终的目的地是要去到罗马，所以在欧洲的航空规范有一个 EU261 的法条，也就是这个要赔400欧的法条。它的条件有2个，第一个是你的里程要是在1500到3500之间，然后卡萨布兰卡到罗马是2000，所以是有符合的。然后第二个是你抵达目的地的时间必须要比原本的晚3个小时以上。我原本是7点可以到，然后变成是凌晨才能到，所以明显有超过3个小时。所以如果我刚刚真的坐上那个转机，我应该可以拿到的是转机期间所有的餐费，然后还有这个400欧。但是我查到也有一些是可能 overbook 了，但是航空公司不愿意给赔偿，然后到最后告上法庭，就一切很麻烦啦。所以我现在还是很开心，我能够按照我本来的时间到罗马，然后回到台湾。我觉得这一段经历也是还蛮宝贵的，下次遇到类似状况就知道该怎么做了。现在是3点，我们准备要登机了。我们这个班机是要搭交通车过去的，要顺利搭上飞机了。这边好像有一些手提行李上不去哦。我是9A， 我的位置。OK, to be fair， 还是要感谢摩洛哥航空，让我有位置可以坐。然后我原本的行程是完全没有被干扰到的。好的，我们有惊无险的顺利回到台湾了。我上礼拜5有邀 Cat 来 Podcast， 我们就是非常详细的聊了在摩洛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旅行当中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崩溃的一些状况。大家如果有兴趣听这一整段的话，欢迎加入阿弟英文的会员。但我在这边还是截录几个重点，当这一整段旅程的结尾。首先，我觉得摩洛哥的优点，我在前面的3支影片全部都已经有包含进去了。我觉得最主要的吸引力就是它真的超级好拍照，各种建筑物跟自然景观都是很有特色的。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很爱拍照的人，但是它的漂亮程度是你光在网络上面看你要去的各个点的图，你就会开始兴奋起来。然后再来食物，我觉得也是蛮好吃的。虽然说我们这一趟一直重复的在吃塔吉锅，但是因为塔吉锅里面的变化很多，然后加上那边的水果也很新鲜很好吃，所以食物我是撑到最后一天我才觉得我真的需要吃亚洲食物。然后最后当然能够体验到沙漠，能够住在沙漠里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稀有的旅行体验。但是以上讲完之后呢，我对摩洛哥有几个想要提出的小意见，然后也算是给大家一些参考。如果你未来有打算要来摩洛哥的话，你会需要知道这些事。首先第一个是摩洛哥的旅行难度是蛮高的，可能没有到南美洲那么高，但是它毕竟还是非洲。虽然说它看起来有很多欧洲的影响，但是它整体旅行的体验就不是欧洲那种等级。你中间会遇到蛮多 bug， 像比如说可能旅馆的水不热，或者是浴缸没有办法漏水，又或者是生的食物，可能你吃了之后会有点不舒服。然后加上因为它是非洲嘛，签证也是非常的难办，所以我觉得来到摩洛哥，你必须要先给自己一个期待值，是这不是一个可能对比到去欧洲的旅行难度，它还是会稍微高一点，所以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要面对这些旅行上面会出现的小问题。然后再来第二个是它宰杀观光客的感觉也是蛮重的，就你去到卖比如说地毯啊、衣服啊，你绝对要有去杀价的心态。虽然说导游会跟你说，你差不多就杀个10%、15%，但是真正会杀价的团员，他买到的价格可能是原本他喊价的1半不到。所以这些地方呢，就是你不杀价，那对不起你自己。然后那边的计程车司机也是，我们搭了5次的话，大概有4次是有被绕路，或者是有被多收钱的。总之，我觉得他们那边对于观光客应该也是反正我
就是削你这一次，你之后也不会再见到你了。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对计程车司机或者是店家，都要有一些基本的警觉。就连在地那个导游也是，他可能就是会倾向把你带去一些他认识的店，然后他可能会有抽成，我也不太确定。但如果那家店你真的不想逛的话，就勇敢的说，这家店我没有兴趣，你就去逛你想要逛的东西。然后最后我想要提一个，我们其中有一个团员，他在买地毯的时候呢，在结账店家说，你这个卡刷不过，然后就刷了2-3次，然后结果他回到台湾的时候才发现，他就真的被扣了3次款，然后他现在还在处理那个退款，还不确定能不能够拿得回来。但这种事情就是发生了，你就会心情非常糟，就觉得自己被占了便宜的感觉。不过这些我觉得有足够的警觉性就可以避免。然后最后是在这一整个旅程当中呢，会有很多时间在拉车跟在走路。好，所以如果呢你很受不了坐长途的车子，或者是走很多路的话，我觉得摩洛哥对你来说也会有一点困难。我对不来了。而且摩洛哥的走路很多都是在山上，因为古城全部都建在山丘上面，所以那种徒步区啊，你就是要爬山。然后再来，我们行程是几乎绕了摩洛哥一圈，从最上面可以看到西班牙的海峡，到最下面撒哈拉沙漠的入口，所以点跟点之间通常都会有个3-4个小时的拉车。好，以上这些我觉得都是去摩洛哥需要先知道的事。那我们这次跟的团是12天，价格差不多是$4000。像这样子的旅游体验，我自己会觉得可能会排在欧洲或者是肯亚的后面，就你这些其他地方都去过之后，你可以再来摩洛哥看一看。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那一样就是可以去找 CAF， 他们网站上应该有什么7天、10天、12天不同的行程可以选择，然后也都有客制化的空间。就像比如说，在去完这次之后，坦吉尔这个城市 maybe 不用绕上去，因为它对我来讲是比较没有那么有特色的城市。但总之，如果大家想要参考摩洛哥的行程的话，我会把 Only One Travel 的网站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里面，大家可以去跟他们讨论清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那这样也是非常感谢强强啊，接受我的邀约，勇敢的跟了阿滴的团。这次跟强强旅行，真的也发生非常多很好笑的事情。在我的影片里面，我觉得没有捕捉到这么多，应该大部分是在强强那边的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看我跟强强在这趟摩洛哥困难之旅各种崩溃状态的话，大家可以去强强的频道看。好，那我们摩洛哥系列就到这边完结喽，我们下次再带大家去不同的国家看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